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体坛仪视角，我是主持人阿才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奥运会女排首秀的事。女排0-3完败土耳其。说实话，这样的结局是赛前万万没有想到的。想过会输，没想过会输得这么惨。无论是大比分还是小比分，好像我们和土耳其根本不在一个段位上。几年来反复的练兵，反复的试验，奥运会开始前不久才敲定人选。对于延长了一个比赛周期的中国女排来说，这既是无奈之举，也凸显了国内女排人才凋零的残酷现实。里约奥运会后夺冠的中国女排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榜样力量，无所畏惧的拼搏精神，永不放弃、永不服输的信念。可是，在胜利的欢呼声中，却有声音指出，中国女排的后备力量严重不足，更新换代更是到了生死存亡之际。但是在欢呼声中，这种声音很快就被淹没。事实上是，朱婷、张常宁们不可能一直处于巅峰期，他们之后还有谁？还能指望谁？一旦他们受伤，谁能顶上去？一旦他们状态下滑严重，谁来接替他们？荣耀似乎总会让人迷失在憧憬。作为女排迷的我，也曾天真的想，奥运会的人选如果一直都是他们该多好，他们一定是战无不胜的吧。所以冠军会掩盖很多的思考和问题，但是我相信郎平教练肯定是那个最早发现问题的人，要不然就不会有反复的练兵和实验。郎平教练在长达2年的集训里，曾先后考察试训了江苏的吴涵、辽宁的段放、山东的杜倩等球员，但是无一例外的都被他放弃了。国内的佼佼者竟然是国际大赛的青铜，这是整个中国排球联赛的悲哀。所以这次的0-3真的不必过于激愤，更不要谩骂。想一想曾经的我们为什么热爱，想一想是谁曾经让我们流下了感动的泪水，想一想是谁曾经给了我们前行的力量和勇气。作为球迷的我们，有时候真的不要那么盲目的自信，不要捧杀，更不要刻薄尖酸。他辉煌时我们在，他落魄时我们不离开，因为我们是真的爱女排。